我是孝庄，你可能不认识这个名字，但你一定听说过我另一个身份——大清的幕后操盘手。1643年沈阳的秋夜，宫墙外传来铁甲碰撞的声响，那不是巡逻的侍卫，是两拨随时可能拔刀自相残杀的军队。我52岁的丈夫皇太极，几个时辰前刚刚咽了气，尸骨未寒。他的长子和亲弟弟已经把各自的人马拉到了宫门两侧。盛京城里弥漫着一种要出大事的气味。当时我还醒着31岁，刚死了丈夫，手里没有一兵一卒，身边只有一个6岁的孩子。外面那些手握重兵的男人，任何一个动动手指头，我和儿子就会被碾成齑粉。我叫布木布泰，你可能更熟悉我另一个名字孝庄。这个从蒙古草原远嫁而来的女人，在接下来的40多年里，会3次站在悬崖边上，把整个帝国拽回来。我会辅佐3代皇帝熬过最凶险的权力绞杀，亲手把一个孙子培养成后世公认的千古一帝。我一辈子没坐过龙椅，没穿过龙袍，连垂帘听政都没有过。但没有我大清朝的历史，可能在开头几页就写不下去了。时间回到1613年春天，明朝万历41年，中原那头万历皇帝已经20多年不上朝了。紫禁城的龙椅上积着灰，国家机器秀得嘎吱作响，朝堂里党争翻来覆去，边境上烽火此起彼落。大明王朝撑着一副庞大的骨架，里面却早已被掏空。我的故乡蒙古草原上的日子也不好过。成吉思汗的后人们把祖宗的基业败得精光，各部落之间打成了一锅粥。察哈尔部的林丹汗仗着自己是大汗继承人，四处欺压周围的小部落。我的部落科尔沁首当其冲，被折腾得够呛。而在更东边的白山黑水之间，有个叫努尔哈赤的男人，正用一种令人心惊的速度聚拢力量。他靠着祖上传下来的13副铠甲起兵，一步一步把散落的女真部落揉成了一个拳头，建立了后金政权，还颁布了7大恨，摆明了要跟大明朝干到底。三股势力3个方向，像3条正在靠近的断层线，地震迟早要来，只是不知道震中在哪里。我的部落科尔沁的首领们夹在蒙古和后金之间，日子过得如履薄冰。他们心里清楚，就靠自己那点家底，既扛不住林丹汗，也挡不住努尔哈赤。唯一的活路是找一个足够强的靠山。放眼望去，努尔哈赤正缺盟友，他要对付大明，光靠女真人的兵力远远不够，必须拉上蒙古人来分担压力。而科尔沁也需要一个大靠山来撑腰，两边一拍即合。那怎么绑定同盟呢？那个年代最管用的办法只有4个字：联姻通婚。把自家的女儿嫁过去，血缘一接上，军事同盟就有了人质和保证。这不是嫁闺女，这是用女人的一辈子去编一张拆不开的网。我的部落科尔沁下注最早也最狠。1614年，部落首领寨桑把他年仅16岁的女儿哲哲嫁给了努尔哈赤最看重的儿子之一皇太极，这是科尔沁押上的第一笔政治筹码。哲哲嫁过去之后，表现可圈可点，端庄持重，把皇太极的后院管得妥妥帖帖，很快就坐稳了大福晋的位置。一切看起来都在按计划走，只有一件事出了岔子。10多年过去了，哲哲先后生了3个孩子，全是女儿，一个儿子都没有。在那个年头，没有儿子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宫根基不稳，意味着科尔沁在后金的政治投资随时可能打水漂。一旦别的部落嫁来的女人生了儿子，哲哲的地位就可能被取代，我们苦心经营的联盟关系也会跟着动摇。部落的老人们坐不住了，这笔买卖不能只靠一个人，必须追加筹码，上双保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寨桑的另一个女儿，哲哲的亲侄女，一个刚满13岁的女孩。她的蒙古名字叫布木布泰，翻译成汉语，那意思就是天降贵人。后来整整60多年里，这个名字一个字都没说错。我的血统硬得没话说，祖上可以追溯到成吉思汗的亲弟弟哈萨尔。我是蒙古黄金家族的直系血脉，在草原上，这个姓氏本身就是一张通行证。但此刻13岁的我还不清楚，自己的人生即将被塞进一辆马车，从草原一路颠簸到盛京的宫门口，
再也回不了头了。1625年春天，刚到草还没绿透，13岁的我坐在一辆颠簸的马车里，身边是我哥哥吴克善。我们从科尔沁出发，一路向东，目的地是后金的都城盛京，也就是今天的沈阳。我要去嫁人，新郎是皇太极，比我大20岁，已经33岁了。更让今天的你听着觉得别扭的是，这位新郎还有另一个身份，我姑姑哲哲的丈夫。换句话说，我要嫁的是我自己的姑父。放在今天，这事连新闻标题都不敢这么写，但在当时的蒙古和女真习俗里，姑侄共侍一夫属于亲上加亲，是为了把两家的血脉拧得更紧。说到底，这桩婚姻跟感情没有半点关系。科尔沁需要加固跟后金的同盟，而皇太极多娶一个蒙古女人，就等于给联盟加了一道锁。13岁哥现在是背着书包赶作业的初中生，但我不慕不态的少年时代没有作业，只有一条清清楚楚的任务：嫁过去活下来生儿子。马车进了盛京城，我被封为侧福晋，地位排在我姑姑哲哲的后面。皇太极对我谈不上有什么特别的心思，他是个标准的事业狂，脑子里装的都是怎么扩张地盘，怎么改革制度，怎么跟大明朝掰手腕。后宫里的女人们对他来说更像是政治版图上的棋子，谁能用就用，谁好看就多看一眼，但犯不上投入太多私人感情。何况我才13岁，一个中年男人和一个小女孩之间能有多少共同语言？换成别人可能会急、会慌、会想方设法去争宠，但我不，我给自己选了一条最不起眼也最安全的路，安安静静待在我姑姑身边，不出头不冒尖，像一块海绵一样吸收周围的一切。我对我姑姑服服帖帖，从不越界宫里的礼仪规矩，我学得比谁都快。各方势力之间的暗流和脉络，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嘴上却一个字都不多说。我太清楚了，在这个地方，年轻和好看只是入场券，撑不了多久。真正能让我站稳脚跟的是脑子，是关系网，是对时机的判断。接下来几年，我先后生下3个女儿：皇四女雅图、皇五女阿图、皇七女淑哲。3个闺女没有儿子，在那个母凭子贵的年代，这份成绩单只能算及格。我在后宫的排位没有往上挪，但也没有往下掉。我和姑姑哲哲形成了一个牢固的科尔沁小联盟，把后宫中属于蒙古人的地盘守得结结实实。皇太极忙着征战四方，后方有哲哲和我帮他看家，他也乐得省心。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不好不坏，不温不火。我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这样慢慢熬资历，等到属于我的机会，但我没有料到真正的变数不是来自外面，而是来自我最亲近的人。1634年秋天，盛京的皇宫里多了一个女人，她叫海兰珠，博尔济吉特氏，来自科尔沁，和我同一个家族，同一个父亲。没错，她是我的亲姐姐。海兰珠进宫的时候已经26岁了，据传还经历过一段婚姻。按当时的标准，这个条件算不上出挑，但命运这种东西从来不按常理出牌。皇太极见到海兰珠的那一刻，据后世记载，就像换了一个人。这个在战场上杀伐果断，在朝堂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中年男人，忽然变得柔软了。他开始对海兰珠投入一种前所未有的、几乎不管不顾的深情。那不是帝王对妃子的恩赐或宠爱，更像一个普通男人遇到了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之后，整个世界都改变了。1636年，皇太极正式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他册封了5宫后妃，排序清清楚楚。中宫清宁宫皇后，我姑姑哲哲母仪天下；东宫关居宫宸妃。海兰珠地位仅次于皇后，压倒所有人。西宫临止宫贵妃纳木中，次东宫衍庆宫淑妃巴特玛去，排在最后一位的是次西宫永福宫庄妃。我5个人里，我垫底。最扎心的是关居宫这3个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把《诗经》里最缠绵的情话刻进了宫殿的名字，专门送给我姐姐海兰珠一个人。我这辈子打过多少仗，杀过多少人，硬得像块铁，偏偏碰上我姐姐，铁就化成了水。我站在永福宫的台阶上，看着这一切发生，什么滋味说？
嫉妒多少会有一点失落，也躲不掉。我的亲姐姐后来者居上，拿走了我从未得到过的东西，那种被晾在一边，连争都不知道跟谁争的感觉，比直接输掉一场较量还让人难受。但我没有闹，没有哭，没有跑去跟姐姐撕破脸，我依旧是那个安安静静的永福宫。庄妃见了姑姑行礼，见了姐姐微笑，对皇太极恭顺如初，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我心里明白一件事，女人的容貌和恩宠都是靠不住的。皇帝今天爱一个人爱到要死，明天可能连他的名字都想不起来。在这座宫殿里，真正能让我翻盘的只有一样东西，一个儿子。1637年，我姐姐生下一个男孩皇八子，皇太极高兴得失了分寸，大宴群臣，还颁布了大清开国以来第一道大赦令。前面7个皇子出生时，从来没有过这种排场，所有人都看得出来，这个孩子就是未来的太子。我咬着牙看完了这场盛典，然而老天并没有站在我姐姐那边，皇八子活了不到半年，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夭折了。这个打击太重了，我姐姐从此吃不下睡不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魄。而就在皇八子夭折的同一年，1638年正月30日，我的永福宫里传出了婴儿的啼哭声。我生下了皇九子，取名福临。这个孩子的到来没有大赦令，没有盛大的宴席，甚至在皇太极那里都没引起太大的波澜。他的注意力仍然锁在我姐姐身上，锁在那个已经去了的孩子身上。但我知道，从福临落地的这一刻起，我手里终于握住了一张真正的牌。这张牌此刻看上去还不起眼，可我有预感，迟早有一天它会决定整盘棋的输赢。3年之后，我的预感应验了。1641年秋天，皇太极亲自率军在松锦前线与明军鏖战。这一仗关系到2个王朝的生死，正打到最紧要的关口。盛京传来急报，陈妃海兰珠病危。皇太极扔下战事就往回跑。史书上说，他跑死了好几匹马，6天6夜几乎不眠不休。但他没赶上冲进宫门的时候，我姐姐海兰珠已经没了呼吸。皇太极当场哭到昏厥，反反复复醒了又晕，晕了又醒，身边的人束手无策。之后几个月，他吃不下东西，说话颠三倒四，整个人像被掏空了。松锦大战最终打赢了，可赢了又怎样？他心里最重要的那个人不在了。他的身体从这一年开始急速垮塌，再也没有恢复过来。我看着这一切，心头发紧。我悲伤吗？大概会有，毕竟是我亲姐姐。但比悲伤更强烈的是一种冰凉的警觉。我比任何人都更早意识到一件事：皇太极的身体撑不了太久了。一旦他倒下，这个帝国会怎样？我和我的儿子会怎样？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1643年8月初9，入夜，盛京的天压得很低，空气又闷又潮，闷出一股说不清的焦躁。清宁宫里52岁的皇太极处理完最后一份公文，退回寝宫。没有人知道他之后做了什么，是喝了一杯茶，还是坐在灯前发了一会儿呆。只知道到了深夜，太监发现他已经没有了呼吸，死得毫无征兆，没有遗书，没有口谕，没有指定任何人接班。一台高速运转了20多年的机器，说停就停了。消息像炸雷一样在盛京城里炸开。8旗王公大臣连夜赶往皇宫，没有人来得及悲伤，因为所有人脑子里只剩一个问题：谁来坐那把椅子？后金立国不过20几年，根基远远谈不上稳固，没有汉人那套嫡长子继承制，也没有形成一套大家都认的规矩。谁能当皇帝，归根到底要看谁的拳头硬，谁的人多，谁说话算数。2派人马迅速浮出水面。一边是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30多岁，跟着父亲南征北战，身上全是军功，手底下统领着正蓝旗、2黄旗的一大批高级将领，索尼、鳌拜、图尔格都站在他身后。按汉人的规矩，父死子继，他是最名正言顺的人选。另一边是皇太极的14弟睿亲王多尔衮，论打仗他不输豪格，论脑子他比豪格还多几个弯。他和同母所生的2个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牢牢掌控着正白旗和镶白旗的兵权，草原上管他们叫一母3王，实力足以跟2黄旗正面硬碰。
更何况按照女真人早期兄终弟及的老规矩，弟弟继承哥哥的位子本来就有先例，两头都是老虎，谁也不肯让半步。朝堂上的议事会吵成了一锅沸水。豪格一臂派的将领按着刀站在朝堂上，多尔衮一派的人也全副武装站在门外。有人已经在磨刀了，有人已经在调兵了。再往下发展就不是吵架了，是内战。大清开国不到10年，就可能死在自己人手里。而我庄妃布木布泰此刻的处境比谁都危险。我的丈夫死了，我不是皇后，只是5宫中排名最末的庄妃。论地位，我连说话的资格都勉强。我没有兵，没有权，没有任何可以直接调动的力量。我全部的家当就是怀里那个6岁的孩子，可我绝不能坐以待毙。豪格上台，他会清除所有潜在的威胁。我的儿子福临也是皇子，天然就是他的眼中钉。多尔衮上台，皇位就彻底脱离了皇太极这一脉。我和福临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在某个角落里当一辈子闲人。2条路都是死棋，那就只剩第3条路了，把我的儿子推上去。这在当时看来近乎痴人说梦。一个没有任何势力的年轻寡妇，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怎么可能从2头猛兽嘴里抢到肉？但我看到了一条缝，2黄旗。那些将领虽然支持豪格，可他们效忠的对象并不是豪格本人，他们效忠的是已故的皇太极。他们的核心诉求是必须立先帝之子，保住自己作为皇帝亲兵的身份和荣华。只要是皇太极的儿子坐上去，他们就能接受。这就是裂缝。我开始动手了。第一步，找我姑姑皇后哲哲。她在宗室里辈分最高，威望最重，她的态度能影响一大批中间派。我对姑姑把话说透了。豪格也好，多尔衮也罢，不管谁赢，我们科尔沁的利益都保不住。只有先帝的幼年之子登基，权力格局才能重新洗牌，我们才有活路。姑姑被我说动了，她出面联络了老资格的李亲王代善，稳住了宗室里那些不想打仗的中间派。第二步，暗中接触2黄旗的将领们，摸清他们的底线。我确认了一件事，这帮人只认先帝之子的旗号，具体是哪个儿子可以谈。第3步，也是最凶险的一步，我要面对多尔衮。史书上没有留下我和多尔衮那晚具体说了什么，只有结果。但从结果倒推回去，我手里至少打出了3张牌。第1张是天下大事，我可能对他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你和豪格一旦动手，打得血流成河，关内的李自成和残存的明军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大清还没入关，就先自我毁灭。你纵然坐上去，做的也是一堆废墟。第2章是实实在在的利益，你支持我儿子登基，他才6岁，什么都不懂，朝政自然要交给摄政王，你不用冒内战的风险就能拿到。除了皇帝名号之外的一切实权，划算不划算你自己掂量。第3张牌很可能跟感情有关。多尔衮和我年纪相仿，我们年少时就印识。多尔衮的母亲阿巴亥在努尔哈赤死后被逼殉葬，他从小缺少母爱，心里有一块柔软的空地。我聪明从容，带着一股子草原女人特有的韧劲，恰好是他欣赏的样子。我有没有利用这层关系？后人猜了300多年，没有标准答案，但多尔衮最终点了头。崇政殿的议事会上，一个所有人都没预料到的方案落了地利：皇太极第9子，年仅6岁的福临为帝，改元顺治。多尔衮和正亲王济尔哈朗担任辅政王，共同辅佐右主豪格输了。他手里的牌明明更大，却被人在桌子底下换了局。多尔衮没输也没赢，他放弃了皇位，拿到了比皇位更实际的东西。而真正赢到最后的那个人，是我一个31岁的女人。我没有动一兵一卒，没有在朝堂上说过一句话，却在暗处一步一步把整盘棋翻了过来。从这天起，我不再是那个永福宫里排名垫底的庄妃了，我是大清的皇太后，我的下半辈子要记在一个帝国身上了。福临登基那年，紫禁城还不属于我们，他的皇位坐在圣经龙袍底下，裹着的是一个6岁小孩懵懂的身体。真正说了算的那个人站在龙椅旁边，多尔衮。我跟他做的那笔交易，说白了就是一句话：
你出力，我出名分，你负责打天下，我儿子负责当招牌。至于将来怎么收场，走一步看一步吧。1644年改变这一切的机会来了。李自成的农民军攻破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的一棵老槐树上挂了脖子，大明王朝轰然坍塌。镇守山海关的吴三桂走投无路，最终打开关门，引清兵入关。多尔衮等的就是这一天，他率8旗铁骑涌入山海关，一路席卷打跑了。李自成占了北京城，整个过程快得像一阵风，刮过年幼的顺治皇帝和两宫太后，孝端皇后哲哲，孝庄皇太后。我从盛京迁入紫禁城，蒙古草原的女人住进了汉人天子的宫殿。对大清来说，这是开天辟地；对我孝庄来说，这却是另一场噩梦的开始。多尔衮入关之后，功劳大到了无人能比的地步。打李自成是他收拾南明残余，是他安抚北方稳定局势，还是他？没有多尔衮，大清入不了关，坐不稳北京城。这笔账谁都算得清。可问题在于，他的野心也在跟着功劳一起涨。先是排挤掉了另一位辅政王济尔哈朗，把朝政大权独揽一身，然后他的称号开始一级一级往上抬，从叔父摄政王到皇叔父摄政王，最后在顺治5年变成了一个让所有人倒吸凉气的头衔——皇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一个臣子怎么就成了皇帝的爹？他上朝的排场已经跟皇帝一模一样，他颁发的政令叫摄政王令旨，效力等同于圣旨。他甚至动过把自己统领的正白旗抬到皇帝亲领的两黄旗之上的念头。这些举动每一条都在刺激着我的神经。我当初答应分给他那些权利，就像一颗种子，如今长成了一棵我再也够不到顶端的大树。而皇父这2个字，炸开的远不止朝堂上的震动。一个流传了300多年的谜题，也是从这2个字开始的。太后下嫁，我到底有没有嫁给多尔衮？支持这件事的人拿得出好几条看上去很硬的证据，最直接的就是皇父摄政王本身。古代极其讲究名分，一个臣子胆敢让皇帝叫自己父亲，这在礼法上几乎只有一种解释：他娶了皇帝的母亲，还有南明遗臣。张煌言写过一组诗，其中有2句话流传至今：慈宁宫里张灯结彩，祝寿的杯子分明就是交杯酒，最后直接点题。大理宫逢太后婚，白纸黑字写得再明白不过。从习俗上讲，满洲早期确实有兄死弟娶嫂的收继婚传统，虽然入关后受汉文化影响，这种做法已经不太提倡，但在特殊的政治情境下，也不能说绝对不会发生。而且我死后没有和皇太极合葬在沈阳的昭陵，而是葬在了河北遵化儿孙陵墓的旁边。有人认为，这正是因为我改嫁过，觉得自己无法再以原配的身份去见地下的丈夫。然而反对的声音同样有力。大清所有的官方档案实录起居注，玉牒翻了个底朝天，没有任何关于太后下嫁的只言片语。在那个年代，皇太后再嫁是天大的事，不可能在正式文书里连一丝痕迹都留不下。张煌言是南明的人，是大清的死敌，他的诗更像是一种政治攻击，用舆论手段来羞辱清廷。当事实不够的时候，抹黑是最廉价的武器。最有说服力的反证或许是这一条：多尔衮死后仅仅2个月，顺治就下令给他掘墓鞭尸，剥夺一切封号。如果多尔衮真的是顺治名义上的继父，顺治怎么敢下这种手？这种做法放在古代的伦理体系里，叫做大逆不道。除非皇父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政治称谓，而不是一段真实的婚姻。真相是什么？恐怕永远没有定论了。但有一件事可以确定，那7年里，我和多尔衮之间的关系比任何一个标签都要复杂。我需要他没有多尔衮的军事才能，大清打不下中原。顺治的皇位就是一张废纸，我又怕他。他的权力每膨胀1分，我儿子的皇位就多1分危险。他哪天要是真的决定把皇父变成皇帝，我拦不住。所以我必须维持一种极其微妙的平衡，给他足够的甜头，让他觉得当摄政王已经够了，不值得冒险去抢那个名号，又要在暗处一点一点扶植忠于皇帝的力量，给儿子将来亲政铺路。传说中的我会在私下里对多尔衮温言软语，
用女人的柔韧去化解他偶尔冒出来的锋芒。也有人说，我利用了两人之间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让多尔衮始终对我存有一份特殊的念想，不愿意把事情做绝。真的假的？没人能证实，但结果摆在那里7年，多尔衮权倾朝野7年，始终没有迈出篡位那一步。我儿子的皇位虽然像风中的蜡烛一样晃了又晃，到底没有灭，而我从一个刚丧夫的31岁寡妇熬成了一个精通权术、洞悉人性的政治老手。代价是什么？大概是7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吧。165咸年冬天，39岁的多尔衮带着一队人马去塞外打猎，这是他的老习惯，骑马射箭追鹿，在旷野里找回年轻时的感觉。只是这些年他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常年征战留下的暗伤叠在一起，加上纵情酒色，他的精力已经不是从前那个在战场上日行百里的年轻王爷了。谁也没想到这趟出猎成了他最后一次骑马，他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坠马之后的细节，史书上语焉不详，只知道伤势很重，没有撑过去。12月初9，多尔衮死在了喀喇城的猎营里。消息传回紫禁城的时候，我在想什么？没有人记录过我的反应，但可以猜到的是，压在我和儿子头顶7年的那把刀终于掉了。不过我没有立刻露出轻松的样子。我的第一步是以皇帝的名义给多尔衮办了一场最高规格的葬礼，追封他为茂德修道广业，定公安民立政成敬义皇帝，用的是皇帝才配有的庙号和谥号。灵柩用帝王的仪仗抬进了陵寝，排场大到让满朝文武都觉得过了头。这步棋看起来不合常理，压了你7年的人终于死了，你不趁热打铁反而给他加封，但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多尔衮虽然死了，他的势力还在，他手下的人遍布朝野，两白旗的兵权还握在他的亲信手里。如果在他刚咽气的时候就翻脸清算，那帮人很可能会狗急跳墙。我必须先稳住局面，用一场体面的葬礼告诉所有人，皇帝和太后是讲感情的，不会亏待功臣。等到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我才亮出了真正的牌。葬礼结束不到2个月，风向忽然变了，那些被多尔衮打压了多年的旧臣和政敌，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涌了出来，一封接一封的奏折堆上了龙案，揭发多尔衮生前的种种恶行，擅权专政，排除异己，图谋不轨，生活骄奢。14岁的顺治皇帝收到这些弹劾之后，做出了一个雷霆般的决定，剥夺多尔衮一切封号，掘开他的坟墓，毁掉墓碑，甚至鞭打了他的遗体。一个刚刚还被追封为皇帝的人，转眼就变成了乱臣贼子。这个反转太快了，快到让人不得不往深处想。顺治才14岁，他一个人做得出这种事，绝大多数人都相信这背后有我的默许，甚至根本就是我一手推动的。我为什么要这么做？理由至少有3台阶。第一级是给儿子立威，顺治亲政，天下人必须知道，大清国只有一个主人，谁胆敢挑战皇权，就算死了也没有安宁的日子可过。第二级是清理多尔衮执政时期积攒的怨气，他推行的很多政策太过强硬，尤其是剃发易服令，在汉人当中种下了深深的仇恨，把这笔账算在他头上，等于给朝廷一个台阶，也给天下百姓一个出气的口子。第三级是我自己的事。太后下嫁的传言在民间已经传得沸沸扬扬，只要多尔衮还是那个被追封的皇帝，那些流言就永远有生长的土壤。可如果多尔衮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罪人呢？谁还会相信太后会嫁给一个乱臣贼子，一桩公案不用澄清自己就散了？从当年借多尔衮的力量把儿子推上皇位，到7年间在他身边隐忍周旋，再到他死后先追封再清算，我每一步的时机都踩得几乎没有误差。棋下到这里，盘面终于清了，大清的国政名正言顺地落到了爱新觉罗福临的手里。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我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我以为从今往后可以看着儿子稳稳当当地坐在那把椅子上，自己退到后面去享几天清福。我错了，接下来等着我的那个对手比多尔衮更让我心碎。
因为那个人是我的亲生骨肉。多尔衮死了，顺治亲政了。我本以为这是我苦等多年的好日子的开端，我用7年的隐忍换来了这一刻，换来了儿子终于可以真正当家做主。我满心指望着福临能像他父亲皇太极一样，雄心勃勃地撑起这个刚刚坐稳的帝国，结果让我措手不及。顺治跟皇太极根本就不是一类人，他从6岁起就被架在龙椅上当摆设，多尔衮在旁边虎视眈眈，每一次上朝都像是在提醒他，你只是个傀儡。根据顺治后来的回忆，多尔衮摄政那几年，他和母亲甚至被迫分开居住，好几个月才能见上一次面。一个孩子在恐惧和压抑中长大会变成什么样？顺治变成了一个极度敏感、极度渴望自由骨子里带着反叛火焰的年轻人。他不像皇帝，倒像一只被困在笼子里太久的鸟，一旦笼门打开，就拼了命地往外飞。他对治国没什么兴趣，那些繁琐的奏折、冗长的朝会、满洲贵族之间永远扯不清的权力分配，让他烦透了。他迷上了汉人的诗词歌赋、儒家经典、佛法禅宗，喜欢跟有才华的汉族文人和高僧待在一起。我看着儿子这副样子，嘴上不说，心里发凉。我是一个彻底的满洲传统维护者，在我的观念里，大清的根基就是骑射尚武，以满洲为本。儿子亲政后却大量重用汉官，推崇汉人的那一套礼仪制度，甚至对南方的生活方式充满向往，这让我感到不安。治国理念上的分歧只是裂缝的开始，真正把母子关系撕开的是婚姻。我亲自给顺治挑了第一位皇后，来自科尔沁的博尔济吉特氏，是吴克善的女儿。这是一桩经典的满蒙联姻，跟当年我自己嫁给皇太极一样的套路，一样的目的。顺治不买账，他嫌这位皇后性格跋扈，好吃醋，不合自己的心意，两人过不到一块儿去，整天吵。最后顺治干了一件在当时算得上石破天惊的事，废后。皇帝废后动摇的是国本，满朝大臣跪在地上苦劝，我自己也费尽了口舌，全都没有用。顺治铁了心要废，谁说都不听，我只能退了一步。废可以，但新皇后还得从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遴选，我不能让满蒙联盟因为儿子的任性出现裂缝。第二位皇后进了宫，还是蒙古姑娘，还是政治联姻，顺治依旧不喜欢她，他对这些被安排好的婚姻从骨头里透着抵触。母子俩因为2次失败的包办婚姻关系降到了冰点。顺治觉得我太霸道，我连娶谁都做不了主，我这个皇帝算什么？我觉得儿子太幼稚，你不懂，你身上的每一桩婚姻都是国策。你以为你在挑老婆，你挑的是大清跟蒙古的关系。2个人说的都有道理，但道理管不了感情。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我几乎崩溃。一个女人出现了，董鄂妃。董鄂妃的身世至今说法不一，但所有的记载都指向同一件事：她美丽、聪慧、温柔，通晓汉文化，和顺治之间有一种旁人插不进去的默契。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灵魂伴侣。顺治见到她之后，像是找到了这个世界上唯一能听懂他说话的人。他把全部的感情都倾注到了董鄂妃身上，封她为皇贵妃，给她的待遇超过了皇后。为了她，他可以数月不上朝；为了她，他甚至动过再次废后的念头。我看着这一幕，手脚发凉。我太熟悉这种剧情了。30年前，我的丈夫皇太极对我姐姐海兰珠也是这副模样，不顾一切，不管不顾，把整个天下扔在一边，也要守着那个人。后来呢，我姐姐死了，皇太极也跟着垮了。大清差点在他们的爱情故事里一起陪葬，历史在我眼前重演。而这次站在台风中心的是我自己的儿子。我拼了命的反对顺治废后，反对他沉溺在董鄂妃的温柔乡里，不理朝政。母子俩最后那一层遮掩也撕掉了。顺治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后来被写进了史书。他因为太后的训斥，气得几次想去自我了断。一个皇帝被母亲逼到了那种地步，一个母亲眼睁睁看着儿子往火坑里跳，却拉不回来。这场冷战持续了很久。董鄂妃后来生下了一个男孩，顺治的第4个儿子。顺治欣喜若狂，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此乃朕第一子。
准备立他为太子。可这个孩子只活了几个月就走了。接着董鄂妃也病倒了，失去孩子的打击太重了，她的身体像抽了丝的蚕茧一样迅速塌陷。不久之后便追着儿子去了。心爱的女人没了，心爱的孩子也没了，顺治的精神世界彻底垮了。他做出了一个更加让所有人无法接受的决定：出家。他要当和尚。一个皇帝要把江山社稷、万里河山全部扔掉，剃了头发去庙里念经。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这一辈子经历过那么多绝境，丈夫猝死，孤儿寡母被人拿刀架着脖子，在多尔衮身边走了7年钢丝，我都扛过来了。可唯独这件事我扛得最吃力，因为对面站着的不是敌人，是我生的人。我可以算计多尔衮，可以利用所有政客和将领，但我没有办法算计我自己的孩子。我越是强硬，儿子越是叛逆，我越想控制他，越想挣脱。据传我带着满朝文武跪在宫门外苦苦哀求，才勉强把顺治拦了回来。但人回来了，心没回来。从此以后，顺治像一根被烧过的绳子，外形还在，用力一扯就断了。1661年正月，紫禁城里的年味还没散，养心殿就传出了让所有人腿软的消息：顺治皇帝病了，病得很重。天花，在那个没有疫苗的年代，天花就是阎王爷发的请帖，接到了基本就等于签了字。满洲人尤其怕这个病，从关外带来的那套免疫系统，面对天花几乎毫无招架之力。宫里一旦发现天花患者，整座紫禁城都要戒严。顺治没能挺过去。正月初七，24岁的他死在了养心殿里。从14岁亲政算起，他当了10年皇帝。这10年里，他废过后爱过人，闹过出家，跟母亲吵过天翻地覆的架。他做了很多让我失望的事，但他到底是我唯一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那种痛不需要任何修辞，可我连哭的时间都没有，因为一个更急迫的问题摆在了我面前。大清又一次没有继承人了。顺治走得急，虽然留下了遗诏，但围绕谁来接班的争论还是冒了出来。朝中一部分人觉得应该从顺治的兄弟里挑一个年长的来当皇帝，年纪大一些，好上手，也省得再来一次幼主临朝、权臣乱政的戏码。另一部分人坚持要从顺治的亲生儿子里选，父死子继，这是正道。48岁的我此刻已经被尊为太皇太后。我站了出来，第2次替这个帝国做了选择。我没有选年长的皇子，我选了一个才8岁，脸上还有几颗麻子的孩子。皇三子玄烨这个决定看起来冒险，但我比所有人都想得更远。玄烨身上有一样东西，在那个年代比任何才能都值钱。他出过天花活下来了。天花这种病得过一次，就等于上了终身保险，以后再也不会被感染。我亲眼看着丈夫壮年崩中，儿子24岁就撒手人寰。我已经承受不起第3次了。选一个对天花免疫的孩子来当皇帝，是我能为这个帝国买到的最稳妥的一份保障。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理由。玄烨虽然年纪小，但打小就显出一种同龄人身上少见的东西。据后世记载，顺治有一回问几个儿子，将来想干什么？别的孩子都说想当个安稳的王爷，只有玄烨站出来说了4个字：愿效法父皇。这句话从一个小孩嘴里说出来，分量不轻。我把它记住了。还有一层我没有明说的盘算，我需要时间。一个年幼的皇帝，意味着我有足够的年头去亲手教导他，塑造他顺治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在压抑中长大，母子之间缺少信任的孩子，亲政之后会变成什么样？我已经领教过了这一回，我要从头开始，把这个孙子培养成我心目中那个真正配得上这把椅子的人。我不想再出第2个顺治了。玄烨登基，改元康熙，我吸取了多尔衮专权的惨痛教训。这一次不再把辅政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我安排了4位辅政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鄂必隆、鳌拜，形成互相牵制的格局，谁也不能一家独大。48岁的我，第2次扛起了整个帝国的重量。只是这一次，我的肩膀上多了一层东西，那不是野心，也不是权力欲，而是一个祖母拼尽余生要把孙子拖上去的决心。
我这辈子前半段为丈夫活，中间那段为儿子活，最后这一段我要为这个8岁的男孩活。康熙登基之后，我做了一件事，把他接到慈宁宫，自己来带8岁的玄烨。丧父不到几天，生母佟佳氏也因为种种原因无法时时陪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亲近的人就是眼前这个头发已经花白的祖母。我给了他一种在帝王家极其罕见的东西，真实的不掺杂政治算计的爱。康熙后来在很多场合回忆过祖母对他的照顾，那些细节不是大事，却全是暖的。深夜他在书房苦读，我会让人端去点心，提醒他该歇一歇了。他出去打猎之前，我会亲手替他整理行装，反复叮嘱路上当心。逢年过节，他总是把好东西先紧着我。一个经历了那么多风浪的女人，到了晚年，把所有的柔软都给了这个孩子，但柔软只是我的一面，另一面，我是一个极其严格的老师。我给康熙请来了当时能找到的最好的师傅，教他满语、汉语、蒙古语3种文字，让他读经史子集，让他练骑射。我自己也经常亲自检查功课。据说康熙小时候有一段日子读书读得太拼，嗓子都念哑了，依然不肯停下来。这种刻苦的底色跟我长年累月的严格要求分不开。不过比书本更重要的是我用自己一辈子的经验教给康熙的那些东西，那些没有写在任何课本里的关于权力和人心的功课。我告诉他，做皇帝最要紧的一个字是人。我给他讲古代那些爱惜百姓的明君，不是照本宣科地讲，而是结合自己几十年来看到的朝堂风云，告诉他一个道理：老百姓的日子过不下去了，什么王朝都保不住。康熙后来亲政之后，多次减免赋税，赈济灾荒。这套做事的底色可以追溯到慈宁宫里那些祖孙对坐的夜晚。我告诉他，做皇帝第2个字是勤。我自己以身作则，虽然已经是太皇太后，早就有资格什么都不管，但我对朝廷里的大事依然保持着关注。我没有垂帘听政，也没有直接给大臣下命令，但我知道朝堂上正在发生什么。我的判断随时可以成为康熙最可靠的参考。康熙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工作狂，他一辈子批阅的奏折摞起来比他本人还高。这种习惯的种子是祖母帮他埋下的。我还告诉他，做皇帝必须懂得用人。我把自己跟多尔衮打交道的经验，处理鳌拜等权臣的心得，一点一点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康熙听。怎么分辨一个人是真忠还是假忠？怎么在各方势力之间保持平衡，不让任何一家做大？怎么在该狠的时候绝不手软，在能宽的时候让人心服口服？这些东西不是书上能学到的，这是我用几十年的血泪换来的。康熙在慈宁宫里一天天长大，到他10几岁的时候，我已经能看出来，这个孩子跟顺治不一样，他有野心，但不冲动；他有主意，但知道什么时候该听别人的。他身上兼具了皇太极的果决和我自己的隐忍。然后考验来了，4位辅政大臣中的鳌拜开始重演多尔衮的老路。鳌拜是满洲老将，打仗是一把好手，但他的脾气跟他的战功一样大。随着索尼病死，苏克萨哈被他陷害除掉，鄂必隆又性格软弱，不敢出头。鳌拜逐渐成了朝堂上唯一说了算的人。他专横跋扈，连小皇帝的话都不怎么放在心上。我看在眼里，但这一次我没有亲自出手，我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让康熙自己来。我在背后默默支持着孙子，帮他分析局势，帮他看清鳌拜的弱点。但动手的那一步，我让康熙自己走。康熙心领神会，他表面上对鳌拜客客气气，一副少年天子还需要老臣扶持的样子。暗地里他挑选了一批年龄跟自己相仿的少年侍卫，以练习摔跤为名，在宫里日复一日的操练。1669年，康熙16岁，他觉得时候到了。那天，他把鳌拜召进宫来。鳌拜没有任何防备，他从来就没把这个小皇帝当成威胁。他走进大殿的那一刻，一群训练有素的少年侍卫从四面扑了上来，满洲第一勇士当场被按在地上。康熙用雷霆手段拿下了鳌拜，清除了他的党羽，正式夺回了属于自己的全部权力。
据说他做完这件事之后，第一时间去了慈宁宫。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画面，一个16岁的少年，满脸还带着刚刚经历过大事的兴奋和紧张，快步走进祖母的寝宫，告诉我，孙儿做到了。我看着这个自己一手带大的孩子，已经长成了一个有胆有识的年轻君主。我等他这一天等了太久。从那之后，我开始真正退到幕后，不再过多干预朝政，不再替康熙做任何决定。我给出的空间越大，康熙成长得越快，但我始终是他最坚实的后盾。三藩之乱打了8年，国库几乎见底，我二话不说，把自己宫里攒了多年的金银器物全部拿出来捐给前线。康熙率军亲征噶尔丹，我年事已高，无法随行，便每天在宫中为孙子焚香祈祷，盼他早日平安回来。康熙每一次出巡，不管走多远，都会派人快马加鞭，给祖母送去沿途的吃食和土产。回到北京之后，他办的第一件事永远是来慈宁宫请安，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坐下来，把外面的见闻一件一件讲给我听。在帝王家，这种不掺假的祖孙亲情，翻遍史书也找不出几例。我一辈子没有当过一天，皇帝却亲手雕刻出了一个后世公认的千古遗帝，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也是我留给大清最贵重的一份礼物。康熙26年冬天，北京城裹在一片灰白的寒气里，慈宁宫的炭火烧得很旺，但屋里那个躺在床上的老人已经暖不过来了。75岁的我病了，这一次所有人都感觉到我可能撑不过这个冬天了。康熙放下了手头的一切，这个已经30多岁、君临天下20余年的皇帝在我，他祖母的病榻前变回了一个孩子。他衣不解带地守在床边，亲手端汤喂药，一步都不肯离开。宫里的太监和侍女从来没见过皇帝这副样子，眼睛是红的，下巴上冒出了胡茬，龙袍皱得不成样子，整个人像是一夜之间老了10岁。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为出格的事，他去了天坛。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地方，是跟老天爷说话的专用通道。康熙在那里举行了一场隆重的祈福仪式，他跪在冰冷的石板上，对着苍天说出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动容的话，他愿意减去自己的阳寿，换祖母多活几年。天子以命换命，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极其罕见，但老天爷没有收这笔交易。12月25日，我在慈宁宫的东暖阁里安安静静地闭上了眼睛。这个从蒙古草原走到紫禁城的女人，经历了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整整5个年号，见证了后金变成大清，大清从关外杀进关内，从一个草创政权变成一个真正的帝国。我亲手把2个皇帝扶上了那把椅子，又亲手把其中一个培养成了后世公认的圣君。我走的时候，紫禁城的天塌了一角，康熙的悲痛已经超出了礼法能够容纳的范围。他割掉了自己的辫子，在满洲人的规矩里，辫子是身份和尊严的象征，剪掉它意味着一种近乎疯狂的哀悼。他穿着丧服，不眠不休地为祖母守灵，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可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后事会顺顺当当办完的时候，一个棘手的难题浮了出来。我临终前留了一道遗嘱，我说了2件事。第一件，太宗文皇帝子宫安奉已久，悲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先帝皇太极已经安葬那么多年了，不要因为我去惊动他。第二件，心恋汝皇父及汝不忍远去，我舍不得你们父子，不想离得太远。翻成大白话就是，别把我送回沈阳，跟皇太极葬在一起，我要留在北京，留在你们身边。这道遗嘱在当时引发了巨大的困惑。按清治皇后死后必须与皇帝合葬，我是皇太极的妃子，理应归葬沈阳昭陵和丈夫同穴而眠。我这道遗嘱等于打破了规矩，给康熙出了一道无解的难题。康熙是出了名的孝顺，他不忍违背祖母的遗愿，可他也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既不违背祖制，又不辜负祖母的心意。最终他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我的灵柩运到河北遵化的清东陵，也就是顺治皇帝孝陵所在的地方，安放在孝陵附近的一座宫殿里，取名赞安奉殿。一个赞字，意思是先放在这里，
等以后再想办法。这一放就是37年。康熙活着的时候，始终没有给祖母定下最终的安葬方案。他大概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直到他自己去世之后，他的儿子雍正即位，才下了决心，在赞安奉殿的原址上修建了一座正式的陵墓，命名为昭西陵，让我入土为安。昭西陵的位置很有意思，它坐落在清东陵的风水墙之外，风水墙是陵区的边界，墙里是皇家的地盘，墙外就不算了。我的陵墓被安排在墙外，既靠近儿孙，又跟整个陵区保持着一层若即若离的距离，像是属于这里，又像是不完全属于这里。为什么我执意不跟皇太极合葬？300多年来猜测从来没有停过。有人说这是太后下嫁的铁证。我改嫁过多尔衮，觉得自己不再清白，无法以正妻的身份去面对地下的皇太极。有人说跟下嫁无关，纯粹是一个老人朴素的念头。丈夫已经去世40多年了，她后半辈子所有的牵挂都在北京，都在儿子和孙子身上。她不想死了之后离他们太远。也有人说这个女人一辈子活在为别人做决定的高压之下，临终的时候她终于想为自己做一次主，葬在哪里，跟谁同眠，这是她最后一件可以自己说了算的事。哪一种是真的？也许哪一种都是，也许哪一种都不是。我把答案带进了棺材，留给后人的只有一座孤零零的陵墓和一个永远不会有标准答案的问号。把我孝庄这一辈子摊开来看，几个数字就够了。13岁离开草原，嫁给一个比自己大20岁的男人，从此再也没有回去过。31岁丈夫猝死，身边只有一个6岁的孩子，外面是两派拿着刀的军队。我在那个夜晚做出了人生中第一个改变历史的决定，把儿子推上皇位。38岁到44岁，在多尔衮身边走了7年钢丝。我可能付出了名誉，可能付出了自由，但我保住了儿子的那把椅子。48岁，白发人送黑发人，我又一次站了出来，选了一个8岁的孙子当皇帝，然后用自己人生最后的30年，把他一点一点打磨成了一代圣君。75岁，我在慈宁宫闭上了眼，3次站在帝国崩塌的边缘，3次把他拉了回来。任何一次失手，大清的历史都会被改写。后世常常拿我跟武则天比，但我跟武则天走的是完全相反的路。武则天最终坐上了龙椅，穿上了龙袍，以自己的名号君临天下。我孝庄从头到尾都站在幕后，我没有垂帘听政过一天，没有颁布过一道以自己名义发出的政令，甚至连一个干预朝政的正式名分都没有。我所有的力量都藏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句话劝退了一场内战，一步棋挡住了一个权臣，一辈子的心血浇灌出了一个让后世记了300年的好皇帝。我守的是什么？是一个儿子的皇位，一个孙子的成长，一个刚刚扎下根的王朝能不能活过最脆弱的头几十年。我用75年的光阴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不拥有任何头衔和名号，但只要眼光够远，心够稳，扛得住事，就可以比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人走得更远。故事讲完了，如果你还没有睡着，不妨想一个问题带进梦里。在他漫长的一生中，辅佐3代帝王，历经无数风浪，你觉得最让他骄傲的是哪一段？又是哪一段？让他在深夜独处的时候会忍不住叹一口气？想不出来也没关系，闭上眼睛就好。历史的风沙早就吹散了紫禁城的叹息，而明天醒来，我们依然要去面对属于自己人生的关卡。希望孝庄这份稳和韧能给你一点点前行的力量。我是陪你听故事，伴你入眠的老高。如果你喜欢今晚的讲述，愿意让我继续陪你翻阅岁月里的波澜壮阔与寂静欢喜，不妨在睡前点个订阅，把它当成我们之间的一个小约定，这样在未来的每一个长夜，你就都不会错过我的声音。愿你今夜的梦里没有金戈铁马，没有深宫高墙，只有13岁那年科尔沁草原上吹过的最自由的风。睡吧，好梦，晚安。